Hello， 大家好，我是不追求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 Kevin。这期影片要跟你分享的是盈透证券的一些设定的部分。第一个设定的部分的话呢，就是股息再投资。那第二个设定的部分的话呢，就是小数股交易的这个权限要如何去开通，以及第三个权限就是加密货币的权限开通。好，那这个三个权限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第一个股息再投资的意思就是你持有的股票，它发股息的时候呢，它会自动帮你买进这家公司的股票，那这就是股息再投资。那第二个，什么叫做小数股交易呢？小数股交易的意思就是，假装一家公司它一股要3000块美金，就像是亚马逊。那如果你不到3000块美金，你根本就买不了这一股嘛，对不对？但是呢，你要是有开启小数股交易的权限的话呢，你可以说我要花300块钱去买亚马逊，这样子的话呢，它会帮你买进0.1股。所以呢，小数股交易我觉得对小资主来讲的话是还蛮不错的哦。然后呢，第三个就是加密货币的权限。没错，我们这个海外券商盈透证券，它可以购买加密货币。不过呢，它的加密货币主要是一些主流的货币包含什么比特币，还有以太币等等的。好，那如果你对上面的设定不是非常的了解的话，那我强烈建议各位一定要把这部影片看到最后。好，那如果你是初次来到这频道的，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台美股的投资知识。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台美股的投资知识的话呢，欢迎订阅追踪。我会在这边每周分享有用的投资知识，相对会非常的有帮助。那如果你想要每天都增加一些投资知识的话呢，可以追踪我的 IG 哦。好，那我们马上开始。好，那我们就先进到盈透证券的官网。好，那这官网的连结的话呢，我会放在下面的留言栏。盈透证券的话呢，它是一个海外券商，那么它可以投资的标的非常的多。然后呢，它在美股有上市，所以呢，你也可以直接去投资盈透证券。那它安全机制方面的话呢，它除了有 FINRA 的保障，还有 SIPC 的保障，所以呢，它在安全方面的话呢，其实是非常的不错。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部分。下面的部分的话呢，它属于一个低交易成本的，也就是说，盈透证券它交易的话呢，它还是需要手续费毕竟嘛，它是可以投资全球的股市，所以呢，它还是会给你收取一些手续费，感觉好像有点亏，但是呢，它可以给你一个比较好的报价所以你长期交易下来的话呢，其实不会差到非常的多。好，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它有一个最低融资成本，它的融资成本非常的低。如果你像是 TD Ameritrade 或者是 Firstrade 等等的一些券商的话呢，它的融资成本大概要8%到9%，但是盈透证券呢，大概只有2%而已。所以如果你有融资需要的话呢，盈透证券其实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券商。那再来的话呢，它可以赚取额外的收入。你购买股票之后呢，你可以签订一个叫做股票收益计划，这样券商它可以拿你的股票去借给其他的投资人，然后呢，其他投资人跟券商借这个股票，当然要付一些费用嘛。那这些费用的话呢，就可以有50%的费用呢是给券商，50%的费用是给你，所以你就可以额外获取一些收益。那这边的话呢，它是跟你表示，盈透证券它可以交易全世界135个交易市场。然后呢，在33个国家都可以进行交易，然后它的货币有23种货币，所以呢，它是非常广泛的一个券商。你只要开盈透证券这个券商，你就可以投资全世界的股票，包含美洲、亚洲、欧洲、澳洲或是印度等等都可以投资。好，那盈透证券的部分的话呢，它也是荣获非常多的一些殊荣包含什么最佳互联网券商5颗星，或者是综合得分等等4.6颗星，有非常多的殊荣。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了解一下，我们要如何去开启盈透证券的股息再投资这个功能。好，那我假设大家应该都已经开好了券商那如果你没有开盈透证券这个券商的话呢，你可以点击我上方的这部影片连结那边我教你如何去开启盈透证券这个券商的账户，然后呢如何去入金，以及它的优缺点等等的那我这部影片的话呢都有详细的介绍。那我这边的话呢，就假设大家都已经了解了这个部分。首先我们按登录右上角有个登录，这边有个叫做客户端登录把它按下去。好，那你登录你的账号跟密码之后呢，它会寄一个安全编码到你的手机当中，那你就把你的安全编码给输入进来，然后按登录就可以了。那这界面的话呢，它会跟你显示一些你现在有多少钱在这个户头当中。好，那我们要如何去设定股息再投资呢？你就按右上角这边有一个人像的部分你把这个人像点下去这边的话有一个叫做账户设置对了，如果你是第一次登录进来，它可能会是简体中文，那你这边可以给它调成繁体中文。
首先呢，我们先来开那个股息再投资，看一下右边这边有个叫做配置，你往下滑，这边有个叫做股息选择。那这边的话呢，有一个很像是那个齿轮的这个图案，你就点下去。点下去之后呢，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叫做再投资，那你把它点下去，然后按继续。然后它这边会有一个介绍，说股息再投资大概是什么样的概念。如果你想要了解的话，你就按右键，然后翻译成中文。好，那你翻译成中文之后呢，你这边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那我这边给你做一个比较简单的介绍，它的意思就是说啊，你用股息再投资，盈透证券它还是会抽取佣金。那我们也知道，盈透证券如果你是交易美股的话，你单笔佣金最少是1块美金。那如果你使用股息再投资的话呢，最少也是1块钱美金哦。所以各位自己要去衡量一下，如果你这次拿到的股息只有10块钱，然后呢，你这个开启股息再投资，你要被抽取1块钱的佣金，那你到底要不要开启股息再投资？这各位自己要去衡量一下哦。好，那如果你还是坚持要开启股息再投资的话呢，你就在下面这边此处签名地方呢，把你的名字给签上来，然后按继续。OK， 那它就会跑出这个画面，它会写说成功你已经开启了股息再投资。那各位要了解的就是，这个券商它开启股息再投资，它是全部的股票都会进行股息再投资你不能挑选说我只要这一家开启股息再投资它全部都会开OK， 你这边就按确定。好，那这样子我们就把股息再投资给设定好了。那现在呢，我们来了解如何去进行小数股的投资设定，也是一样，你把它往下滑。那这边有一个叫做股票，股票旁边有一个叫做添加和编辑，你把它点下去。好，点下去之后呢，你就会看到这边你股票啊，我之前有设定过我可以哪一个地方可以交易，我们澳大利亚、香港啊等等的。那这边的话，你有一个叫做添加，你把这添加给点下去。那你会看到这边右下角有一个叫做美国交易小数股。那如果你一开始申请的时候呢，你没有开启这个权限的话呢，你这边照理来讲是没有打勾的所以你进来之后呢，你就把这个东西给打勾，然后按保存，然后按继续这样子你就开启了小数股的权限咯。那这边的话呢，它会写说你要更改交易许可的请求已经提交，那你这边就按继续。那它这边大概半天的时间内它就可以帮你开启这个权限。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了解如何去开启加密货币的权限。你在这边往下滑你这边有看到一个加密货币，那如果你是初次开启的话呢，你这个加密货币应该会在最下面这边，它会有一个叫做什么请求交易许可，你也是一样把它点下去就可以了。好，那我这边的话，你就直接点这个齿轮点下去。好，那这边的话我是已经开启了。那如果你没有开启的话呢，是长什么样子呢？它会长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你在这边往下滑，这边有个叫做加密货币，这边有个叫做请求交易许可，你把它点下去。点下去之后呢，它这边会要求你看一些资讯的部分，然后你把它往下滑，滑到最下面。那这边的话呢，也是教你填上你的名字。继续下去的话，你这边就会看到，这边有一个叫做新请求的交易许可，然后这边有一个叫做美国加密货币，然后你把它按继续。这样的话呢，它这边就会提交个申请。好，那这申请的话呢，也是在半天内，它就帮你给提交成功。那你再按右下角的确定，这样子你的加密货币的权限就开始在申请，这样子你就可以进行加密货币的交易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要如何去进行加密货币的交易，以及如何去进行小数股的交易。好，首先呢，我们也是来到这个界面，然后按右上角这个地方有个叫做交易，你把它点下去。点下去之后呢，你这边可以输入你的代码。那我们假设就先来输入亚马逊这家公司好了。好，你输入亚马逊的代号，然后选择第一个，点下去。这边有个叫做股票，你把它点下去。好，那点击下去之后呢，你就会看到这个界面。那这界面的话呢，上面是写亚马逊的这家公司的名字，你要确认一下，公司的名字是对的。然后你会看到这边有个报价。那这个报价的部分各位要了解的就是盈透证券它给我们的报价会延迟15分钟，但是呢它在交易的话呢是最及时的交易，也就是说虽然你看到的报价是15分钟之前，但是你现在交易的价格是最及时的价格。那你要如何去开启最及时的报价呢？那这部分的话呢，就是每个月要付一些手续费啦。我们来往下看这边有写一个股的部分的话呢，就是你是以每一股的方式进行交易。那我们这边要用小数股的话呢，这边有个叫做美元，我们就点写美元的地方。那美元的地方点下去之后呢，你这边写的数量就是你要多少钱。如果我这边写100的话，就是说我要花100块钱美元去买亚马逊 ，OK， 你就是这个意思。那这边有个写现价，现价的意思就是说你这100块钱是要用多少
股价我去买的。那我这边的话呢就写2800，也就是说啊，我是用2800块钱去买亚马逊，然后呢这边总共是100元。如果成交的话呢，我就是用每一股2800元的价格我去买那个亚马逊。OK， 然后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这边的股数的话呢是0.0357哦，因为我们只有花100块钱嘛，就只能买0.0357股。OK， 然后这边的话呢有一个订单的一个种类，有包含限价单，限价单的部分的话呢，就是它不会超越你这个价格，那终点价就是买方出价跟卖方出价哦，他们这两个价格的终点。那市价的部分的话呢，就是现在市场最及时的价格。好，那我比较喜欢的是使用限价，那我们就使用限价。然后呢，下面这边有个叫做当日有效，或是开盘价，或是取消前有效。取消前有效就是它可以一直持续下去了。那我比较喜欢用当日有效。那我们当日有效把它点下去，然后这边按提交。而提交的话呢，它这边会跳出这个，它是跟你讲说，你这个是交易下去会有小数点哦，你确定要这样交易吗？那我是说当然啦，因为我是使用小数股交易嘛，所以我这边就按接受。我这边的话呢是还没有写限价，那我这边限价把它写上去，2800块。那这边的话呢，写说什么？你提交的订单并没有市场数据，它的意思就是说啊，现在的价格是2814哦，那你用2800块，你确定要这样挂吗？那我是觉得 OK 啦，我就按接受。好，那我们要怎样看我们的订单的一个资讯呢？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交易，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主页的地方哦，这边有个交易，把它点下去。然后呢，你看这个委托单与交易，把它点下去。我们刚刚的那一笔亚马逊就已经马上成交了，成交的价格是2799。好，那点进来的话，你就来到这界面。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刚交易的亚马逊就在这边，它的订单记录就在这地方。你可以看到2798，我刚刚的交易价格是多少？好，那虚拟货币要怎么样做交易呢？虚拟货币的话呢，也是点击右上角，这边有个交易，你把它点下去。而点下去的话呢，你可以输入你的虚拟货币的代号。那我这边的话呢，你就输入以太币。以太币第一个点下去。那这边的话呢，你就可以选择你要用限价单还是用市价单。那我就选择用市价单，就可以马上交易，马上交易成功。那金额的话呢，就是看你要设定多少，你可以设定100块，或者设定1000块，都可以。或者是说你要设定数量，你要买1颗，你要买2颗，都可以。那这边的话呢，我就写金额好了。那金额的话呢，我就写$10。好，$10。那下面的话有一个叫做选择生效日期。好，选择生效日期，我就写立刻或取消。那立刻或取消的意思就是你现在下这个订单，如果它没有成交，它就会马上把你 cancel 掉。OK， 好，那这边的话我就按预览。好，预览的话你就会看到我这边的交易的金额是多少，然后佣金是多少，然后总共的话呢，我要花费$10.1块。那如果你确认 OK 的话，你就按提交，然后买委托。然后这边的话呢，会叫你做一些加密货币的一些确认。那确认 OK 的话，你就按，他是跟你讲说，你用市价单去进行下单的话呢，会有一些风险的部分了。那这边的话，你就按接受。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订单成交如何，按这边按交易，然后呢这边有个委托单与交易，点下去，我们刚刚的以太币已经成交了，这边就是我们刚刚以太币的一个订单。好，那今天这期影片呢，就是教大家如何去开启股息再投资，以及如何去开启小数股交易权限，还有加密货币的交易权限。然后我也教大家如何去使用 IB 盈透证券的一个网页版本，然后来下单。好，那这期影片就到这边咯。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关于海外券商的资讯的话呢，可以点击我上方的这个清单列表，那边我介绍更多海外的券商，那相信对你会非常的有帮助。那我们这期影片到这边，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记得订阅，然后并且开启小铃铛。那如果你想要每天都发生了吧？